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像山脉一样延展的连绵不绝的树，这个树简直把人类的痕迹全部都掩盖了，你都想不到这中间有城市的那种感觉。大家好，现在是8月8号，我现在在广东的韶关。我们今天要爬的是丹霞山。这个景区改了门之后，很多人都导航到大门口，发现找不到地儿，售票处和接驳车的停车点也不是特别明显。我们俩也是走了得有1-2公里的弯路。我们现在刚进景区里边，看这个山还挺有意思的，它非常的垂直，它的侧边非常的光滑。现在是下午2点半，我们刚刚在酒店民宿歇了一下，然后现在要去阳元石那边打卡，顺便去99天梯那里看个日落。今天的行程就是这样，走。我身后的这个景区是长老峰景区，这是我们明天要去的。今天我们主要探索的是我对面的这个阳元山和阳元石景区。目前感觉下来，这个景区的消费并不是很夸张。这里还有蜜雪冰城，然后我们刚刚买了一瓶这么大瓶的水，就4块钱，算是正常价格吧。这个景区的门票是100元，48小时内可以多次出入。然后我们现在是在阳元山景区，这里就有一个单独的买票口和检票口。进来了之后呢，今天的太阳虽然很大，但是这里面树荫还可以。目前为止感觉不是特别热。这已经能看到阳元石了。每次到了这种悬崖底下，都有不自量力的人类企图用一些小木棍给大石头支住。好像是什么祈福的那种，跟那个堆那个玛丽堆一样，好像是。阳元石逛完了，现在我们准备去狮子岩那边。然后这个时候天阴了，只是没想到广东这边天气预报是几乎不准的，而且最近每天都会下一点点雨。这个雨看起来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希望如此吧。感觉要下雨了，现在天挺黑。然后我们在这儿点了一个绿豆花，这里是一个绿豆沙和一个豆腐花，1碗5块钱，跟其他景区差不多。这个景区由于游客并不是特别多，所以还行，比较正常。这真能上去吗？小心点很滑，一个脚都有点踩不下。侧一点脚，会上到那个亭子那儿应该。它这个地儿倒是有一点比较好，它这个景点之间的距离离得其实比较近，对于咱们这种老徒步的人来说，很容易就到下一个地方了，比较容易有成就感。而且它海拔也不高啊，这里最高的山峰海拔也就400来米，460多吧。那石头都有名字，但是记不住，也看着也不像，反正。有几个还是像的，比如那个阳元石。那山长得都不怎么正经，感觉奇形怪状的。右边这个像不像一只
头朝天上，这样仰着脖的海豹。这个是有点像的。那海豹比这个要胖。他说这个地方是狮子岩庙高僧的墓地。对，这有里5座墓，能看见，还有木棺，还有盖呢。这里是浑圆洞，是一个大型风化扁平洞穴。写的啥？写的中华民国33年5月。上面是什么？到此一游，可能。对。现在到了99天梯的山脚下，后面就是99天梯，我们待会儿要爬的地方。看到那个山脊上有人，这个倾斜可能有个60度吧。虽然看起来不如之前我们爬的黄山的天都峰，但是也算挺刺激的。他说有1300级台阶，来回游览时间约2小时。那个颜色，很漂亮。对。我感觉整个人都这样趴着走路，像这样就可以手脚并用了。这个隔一段还有歇的地儿，挺好。啊，观景台。你看中间那个山像不像个怪兽啊？没觉得，我觉得就是山。我觉得它动一下就是怪兽。你看那屏幕里呢？是吧？屏幕里比较像。因为屏幕比较小。西美斋到啦！99天梯上来，这里正在修一个新厕所，看着环境还不错呢。下一次你们来的话，可能就有新厕所用了。过了西美寨之后呢，这里就是山顶了。看日落的地方也在这附近。我们要在这儿等到太阳下山，就坐在这个马路边歇会儿。现在也没有地方去了，距离日落还有1个多小时。这个景区上面的补给还是挺丰富充足的。这一根绿豆冰棒5块钱，而且我们一路上来这个什么绿豆沙呀、酸梅汤都是5块钱，没有因为高度而涨价。好的，漂亮。漂亮。这个山顶上的终点就是身后的这个嘉顿亭，我们逛完了，现在就只能回到刚才西美寨那边去等日落呢。那边现在蹲了很多人，我估计都是在等的。我们提前1个小时过去，希望能占一个好位置。这个水泥建筑材料是通过这个缆车运上来的。哪里有个地方就不对？这边没地方了。我现在不用。是吧？现在是等的。这很危险啊！这个。我操，拍个身上来的。今天运气不好，遇到一大片乌云遮住了日落，要不然这一片应该全部红红的，挺漂亮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正好下去了。上来你就发现你有日落，但你看不到。为啥？小心走，你出去也可以啊，反正我们我们没上的。现在我们在半山腰，上也上不去，下也下不来。有一块很假的，像是太阳的东西。怎么不是太阳啊？不知道，反正露出来了，山顶红了一点点，很怪。像是绿幕抠错了。太阳已经落山了，剩下的余晖照在了每一片云彩的底部。
找点吃的。刚刚我听这个大姐说，今天是这个暑假最多人的一天。现在是第二天早上，我们今天要去长老峰那边逛另外一大半的景区。现在先来吃个早饭。什么这些？上个什么经济农民？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完全的办法，可以说我们广州是已经看一眼吧。咱去吧，它就是在悬崖边那种寺，应该挺漂亮的。现在户外工作者都穿这种空调衣，这个衣服是发的吗？哦，没意见。啊、那还挺好的，啊，挺好的。还挺好了。嗯，没差别。没差距的。哦。这是孟觉关。这真是建在悬崖边的一个寺庙了。据说在1000多年前，这个寺庙就有僧人在这里了。位置确实挺好，上边都是悬崖，然后下边也是悬崖。是。下边都是悬崖，其实。哇哦！这个确实很适合需要苦修的人在这里，他们与世隔绝。对。但是就是不知道他的粮食、生存物资是从哪来，从山下自己挑上来的吧？或者化缘去要一些粮食。我刚路上还看到有一个人，他挑着几个快递上来了。这个江就是我们一直围绕着这个江在逛这个景区，这个江里还有水上的游船的活动。然后江对面呢，就是我们昨天逛过的那个阳渊山和阳渊石那一块，有个小亭子在那里，然后那个亭子下面的那个凸起的，就是昨天那个阳渊石，但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并没有昨天那个角度看着像了。这整个寺庙的建筑都卡在这个岩石缝里，就好像是大自然要把这个人类的行为给它吞噬，但是又没有成功的西西弗斯的样子。上看。这里有几棵依着悬崖的柚子树，大部分都特小，稍微有几个大的都被套袋了，估计味道还不错吧，可能人们还期待着吃呢。你看这个寺庙的尽头居然有一个小瀑布，它从2个悬崖缝之间流下来，直接往下坠。出米洞，这个洞里边很深呢，而且摆了硬币，怎么伸到那里边去的？等我们老了走不动的时候，我们就拿照片回忆我们年轻的时候走过的路。所以早就把钱交上去。真想了吧？现在这互联网直播带货说的是吗？有点依据是吗？这个出米洞。这个寺庙还是挺值得来的，需要原路往返。现在我们要回到主路上去上长老峰。别传寺是啥呢？别到处传我这个寺。别告诉别人知道我这儿有个寺。这个角度也很好看。我们现在到了长老峰山顶了，这里有一个咖啡店，坐在这里歇会儿，风景还不错。这个山其实本身并不高，
然后游客也不多，虽然现在是暑假的周末。这能普通人能上去吗？这还有穿凉鞋的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小孩反而容易一点，他脚小。手脚一起爬刚好。这个台视野更高了。啊。啊，这地儿挺好啊。隐居于此，召集工匠，说明以前是有门的，修过的。对，他在这建了房子嘛。嗯。哇，你看这个屋顶很漂亮。是。这个堪比那个人民大会堂嘞。自己建的都没那么好。哇，这屋顶是挺漂亮，是吧？你看镜头里，这屋顶是，它就像那个圈儿中，有点像星空。嗯，对。而且这水不错，还有一点山上的那个对滴水。嗯。和尚在这里静心绝尘。从长老峰出来之后，往这边过来一点儿，就能路过一个挽秀岩。这个地方看着还不错，非常的宽阔，一个悬崖。曾经还有官员带着家眷在这隐居，也有和尚在这里修行，有房子的痕迹。这屋子里面还挺凉快呢，有一股小风。这是虹桥雍翠，哇，这挺漂亮。对啊，这还不好看吗？我天！我去！啊，这个树底下这个感觉，树海有一种那个亚马逊雨林的感觉。实际上在里边没有这么密。对。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像山脉一样延展的连绵不绝的树，那中间插出几根石头。这个树简直把人类的痕迹全部都掩盖了，你都想不到这中间有城市的那种感觉。从虹桥雍翠这边再往前的地方就不让去了，韶音台这边，8月18号之前都不可以。咱们少去了一块儿。对，咱们只能原路返回了。但这个虹桥雍翠我非常满意，这边人非常少，好奇怪。雪岩寺，说是明末的佛寺。临海雪，哦，那是雪原是吧？那是我们那儿的。这个水颜色就是不一样哈。带了很多的矿物质，固定了很多蝌蚪，也不油，油着呢。装死呢。这应该是今天最高点了。长老峰的这个什么同心台。这里没什么风景哎。看日出的嘛，那边是那个观日的什么地儿。就是这里吗？跟那个虹桥雍翠风景一样。对。那边人还少。更高一点。大哥，你要拍吗？走吧。总之要去银元石了。好。现在中午11点40，我们在半山腰这儿吃个午饭。现在距离银元石还有500米这样子。今天的行程估计到银元石就差不多了，本来还有个多2-3公里的，在那边修路。给你们看看我们刚刚走过的，我们就是从那上面下来的。
我去，速度比我还快。你知道有？我后面这就是另外一个姻缘石，它因为长得像世界上一半人有的东西。现在我们要快马加鞭走到刚刚看到的那个天柱石那儿，不知道能不能到它脚下。想到这个线路还有一小段野路。对，咱们要去那个天柱石，要走一段野路。没人维护的景区和有人维护的那个部分差的太多了，是不是？这里真像是野山了。对，那路其实是好的，修的很好的。对。只不过这些牌子什么的，这都啥也看不见了，有种末日的感觉。那些竹子倒的，这边可能白来了，啥也没有。是，也没人来，就咱俩来了。嗯，前面就不能走了，然后绕一个小环线就回去了。看那边。你再上来点儿，原来它这么高呢！现在就是非常后悔，这他娘的坡上的，好在这段整体不是很长吧。用我们这个轨迹的千万别走这段，绝对不要走这个线。即使非要去看那个天柱石，也要从左边这个路往返，千万不要走右边。左边基本是平的，右边一路上下有一个卧龙岗。啥也看不到，啥风景也没有，就在上坡下坡了。啊，坑死人了！哎，回归人类社会了。而且我们现在身上没有水了。对，我们进去之前就没有水了，至少这个路能走了，没有那么多上坡了，也不那么慌了。这个地方风太好了，太救命了。拯救了我们。咱俩走了好几公里没有水，我现在嘴唇都干了。这有个道观，有点像化缘似的，我决定上去讨一点水喝。走，上去看看。走。这个神仙水啊，要说神仙水，真正是神仙水。哦，谢谢。老张，你今天这几天没在家里，我一个人。哦。谢谢。来，你们还不要喝一点的嘞？啊，我们就用这个喝就行，不，我们用这个喝就行。这个就是这是很小。不用，我们用这个喝就行。用这个喝就行，不用打扰。那自己我一个人在家里。可以了。我都没打。不用，不打扰了，谢谢。没事，你喝了还是倒一点呢。啊，够了，我们离出口不算太远了。对，我们就是刚好走过来，有点坚持不住了。谢谢您。到了降龙湖码头了，马上就出去了。其实这半段也没什么意思，没什么东西可看。这边人比较少，只有这个码头这里人比较多一点。对，买个水也买不着。这儿应该可以了，这儿歇一会儿。这个码头的物价要便宜多了，这个大壶的水是10块，这个冰棒多少钱？3块。才3块，那点小壶的农夫山泉就要8块。然后我们在这歇一会儿就要出去了。我现在到韶关市区了，在市区这边吃一个大餐，然后就坐动车回广州了。总结一下这个景区，其实体验是挺不错的。首先风景真的很好，有很多地方都出乎了我俩的意料。然后再加上景区面积不大，爬升也不会很高，所以走起来并没有那么累。加上我们分了2天，实际上我觉得还是老少皆宜的。虽然今天确实天气很热，但山上阴凉处也不少，也有风。然后如果觉得很热的话，也有船和缆车可以选择。然后现在的虽然是暑假，但是这边人也不多，我感觉生意不是很好。但是这个景区我们俩还是很推荐的，所以可以希望大家也可以来玩一玩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